加上尤其县衙官差冯玉堂的证词，可谓是人证物证双全，并无江二娘子所说的蹊跷之处。江二娘子亲自走了怀乡一趟，看来是翻出了不为人知的内情，既是为罪臣翻案。今日御前，请江二娘子呈出新证，与我等公断。我并无新证。好放肆！既然没有新的证据，还敢蛊惑百姓，不远千里来京城鸡登文谷，要挟陛下重审。江二娘子，你简直没把陛下放在眼里。我女儿话都没有说完，你急什么？既然我呈不出新证，那我换一个请求。陛下，臣女长途跋涉，带怀乡百姓来长安敲登文谷，并非为薛怀远脱罪，而是请求陛下为其定罪。肃静！定罪？何为定罪？众所周知，怀乡县令薛怀远贪污赈灾银两，证据确凿，是朝廷的蛀虫。而陛下崇尚清廉，一个小小的怀乡县令竟敢如此胆大包天，判其下狱斩首，何以平民愤？臣女认为，应当判其千刀万剐之刑。之前不是说翻案的吗？这事拿不出新证，只能提前认输了。怀乡县令薛怀远，官职虽小，却也是我大燕一方的堂堂父母官。他在怀乡为官10年，唯独去年被查出贪墨，罪证不过5000两，10年，5000两，这个数不对吧？有何不对？这10年间，他是一个两袖清风的清官，还是说他贪得一丝痕迹都不露？还是他勾结歹人，私运赃银，最后剩下的5000两不过是个零头？那更多的赃款去了何处？当年刑部没有查，卷宗里也没有记，许是他又做了贩卖军马之用，如此又有了通敌叛国之嫌，大理寺卿不纠而杀，细想之下，不后怕吗？自然纠察，但重查此案卷宗，无新证可论，该当如何？正因如此，臣女才会带怀乡百姓进京。臣女请换人证。准。传人证。跪！关于县令薛怀远贪墨一案，你们有什么想说的？陛下，草民并不知道薛县令贪墨一案，草民只知道……抬起头说话。草民只知道，如果不是因为薛县令，我们母女俩只能被人欺辱，无处安身了。草民的丈夫死后，草民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在我们最难的时候，薛县令他甚至用自己的俸禄补贴我们。何君，帮着收拾一下，要有人敢来欺负他的话，就按律惩治。是。平安，快去谢谢薛县令，快！啊，谢谢薛伯伯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以后没人敢欺负你了。啊，若不是薛县令资助我，草民可能到现在还大字不识。当初草民家穷，上不起学，是薛县令慷慨解囊给了盘费，让草民重新回到学堂，考上了秀才。谷大，给他钱念书，钱从我俸禄里拿。是。娘，儿啊，我又可以读书了。是，太好了。哎，他们说草民卖的猪肉吃了会死人，如果没有薛县令，草民的祖产早就被恶霸抢了去了。住手！我还想给薛县令银子，他也没要。陛下，求你好好查查，薛县令绝不可能做那贪墨之事呀。薛县令是好人。对，薛县令是好人，薛县令真的是好人，真的是好人，他不会做那种事的。是啊，凭一张嘴，若是有心收买，让这些人替贪官说些好话，也不是难事吧？周公，
可要小心分辨。刑部侍郎提醒的是，贪污之人如何会这样尽心尽力为百姓做事？这群人定是被人收买，满口胡言。请大理寺卿再传人证。传人证。跪！是薛县令给我家门口修的路。那年发洪水，是薛县令3天没有回家，是薛县令掏钱给我看的病。薛县令的大恩大德，薛县令的恩情，没有薛县令，求陛下明察呀！求陛下明察！这桩桩件件听起来甚是感人呐。这倒让我想起了3年前青州府尹贪墨案。那府尹当时贪墨数额巨大，但也用了一小部分为百姓做事。当年查抄他家时，也有无数百姓，就像刚才那群百姓一样，为其跪地请愿。大理寺卿亲自操办的案子，不会忘了吧？历历在目。李相国所言极是，一小部分用于百姓，一大部分用于置田买地，是吧？我大燕州府确有这样的贪官，冯玉堂就是其中一个。冯玉堂任怀乡县令半年，也为自己置了一副家私，家人们穿金戴银，轰轰烈烈，好不热闹。薛怀远在怀乡任职10年，家产应该比他多吧？半年前薛怀远下狱，家产没入官府，臣女请求御史大夫公布查抄所得薛家家产和冯家家产，让诸位看一看，比起冯玉堂，薛怀远是何等丑恶。请御史大夫呈出2家家产。原怀乡县令薛怀远在任期间，并无私宅，亦无田产，加之宅中所查赃银，共查抄其家产总计5000两。现怀乡县令冯玉堂在职期间，有房屋40余间，所有耕地之多尚未理清。经查，房屋田产及其存银共计20余万两。这么多，就有20余万两。好复杂的20余万两，好干净的5000两。这么算来，薛县令在怀乡一片瓦都没有给自己留，独独贪了5000两白银，还都完完整整的兑成了银子，装好箱子，放在自己的宅中，等着刑部来收。贪官做成这样，也算是楷模了吧？巧言令色，无论贪多少，也不论是怎么贪的，他总是贪了。请大理寺卿再传人证。传人证。陛下，我们都是薛县令在任期间怀乡的官差。薛县令在怀乡待了整整10年，没有任何贪污行为。他被冤入狱后，我们这些知情者全被关到了矿山。陛下，我们愿以生命作保。以上所说，如有半句谎言，当诛9族。我等愿以生命作保，如有半句谎言，当诛9族。我们愿以生命作保，若有半句谎言，当诛9族。我们愿以生命作保，若有半句谎言，当诛9族。我们愿以生命作保，若有半句谎言，当诛9族。不管如何，薛怀远贪墨一事是事实，就如江二娘子所说，让薛怀远行千刀万剐之刑。慢。江离，你继续说。怀乡县令薛怀远有罪，罪在上任10载，
除了贪污赈灾银两之外，